我们住这个地方还是蛮方便的，附近有好几个购物中心，餐馆林立。今天选了一家客家餐馆来试试。这家餐馆最著名的是这道菜，叫万绿湖一锅鲜。客家菜无汤不成席。猪肉汤叫土猪汤，这是土猪啊，这汤非常鲜，叫慢火慢炖，既滋补养生，又充满家人温情。这道菜我很喜欢，叫黑鸡枞菌炒芦笋。鸡枞菌号称是菌中之王，含有8种氨基酸，加拿大也有，但比较稀少，而且价格很贵。吃完饭来买双鞋，广州天气温暖，来买双轻便的鞋子。这个牌子一双竟然只要300块人民币，在加拿大可是要花至少2倍的价格呀。旁边还有个假发店，种类还真是齐全。美女店员小姐姐非常热情，非要给我试戴一下，戴上感觉就像霍元甲。算了，秃就秃点吧，好在咱是自然美。说到购物，广州可是天堂，尤其是闻名遐迩的、离京城远、离世界近的广州13行。它是华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服装批发商圈，售卖衣服、鞋帽，而且种类非常丰富。核心的大卖场就是新中国大厦，这里9层全部都是各种款式和风格的时装。虽然该商圈以批发为主，但有时也支持零售，而且清仓时性价比很高。一般像牛仔裤，很可能100块钱可以买3条。我们没买什么，就在附近逛了逛。这家帽子店位置非常好，正对大厅的中央，它的种类也非常繁多，很多小商家在这进货，价格也不贵，大约几十块钱一顶，都是当地的新款。这里也有潮玩 IP 的拉布布挂件和手办，竟然只要45块一只。记得在火爆时，有些稀缺品炒卖到上百万块钱呢。每天清晨4、5点开始就营业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批发商、买手、电商主播在此抢货，人潮汹涌，拉货的小推车川流不息。不仅有国内批发商的匆匆脚步，更有穿梭其间的异国身影，让这份奔波多了跨越山海的重量。那股急切与执着，都是为生计奔波的热忱与艰辛。有人蜷缩在台阶上啃着冷掉的包子，有人踩着高跟鞋在拥挤的过道里疾走，有人一边核对单子一边接听催单的电话。此刻的13行没有精神装容，没有从容的脚步，只有为生计、为订单、为碎银几两拼尽全力。今天来到广州的摄影器材城，叫圣贤摄影器材城，就这俩字儿，圣贤。后面这大楼，那楼上是住宅啊。圣贤摄影器材城并非单纯的地区街道，也不是单栋建筑，而是由多栋楼宇分区组成，并沿街道分布的专业市场集群。它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。1999年，当时的创始人范桂贤竞拍拿下《大杀头》一出物业，投资近5000万，创办了这处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摄影器材专业市场。此后逐步发展成华南地区极具规模的摄影器材集散地。目前商户大约有200多家，一方面做全新摄影器材生意，涵盖高中低档的相机、镜头、三脚架等配件的批发和零售；另一方面，二手交易是重要支柱。很多发烧友到这里卖旧买新，更新自己的摄影器材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商家
从事相机维修、照片冲印和技术培训等服务。谢谢啊。如今的摄影器材城已经告别了过去全面火爆的态势，但也并没有完全彻底没落，呈现出的是冷热不均的状态。这家摄影器材店是我经常光顾的一家，它的总部在北京，规模很大，而且信誉很好。我们进来转一转。今天来呢，我主要想淘一个镜头。我现在用的是索尼 A7C， 是非常小巧的一个相机。我想给它配上一个小巧的镜头，这样用起来就没负担啦。老板很悠闲啊，还喝着茶。员工都是年轻人，一群小伙子，但是他们知识面还是很丰富的。在网上查了一下，有一款35毫米的蔡司生产的专为索尼相机生产的镜头，效果很好，口碑不错。看看他这儿有没有啊？买了个小镜头，看这儿，蔡司啊，开玩笑了，扫街利器。成交了，你猜多少钱？摄影器材城的人流并不很旺，那这些商户都靠什么挣钱呢？我跟小伙子和几个商铺的老板们聊了聊，他们说能挣钱，但盈利分化明显，难有统一的高收益。做热门二手器材和全新主流器材的商户利润相对可观，比如西区的中古相机、爆款镜头，利润大概在10%到15%左右。而做相机维修或者卖冷门配件的商户，他们的利润就少多了。现在圣贤摄影器材城难以重现当年华南摄影器材核心集散地的盛况。一方面，电商平台分流了大量普通消费者；另一方面，相机等器材更新迭代快，商户备货节奏很难匹配得当。此外，二手器材的品质把控和售后问题若处理不当，也会影响口碑。这些都是其未来发展中需要持续应对的问题。但对摄影爱好者和专业人士来说，这里仍是淘器材、修设备的重要去处，靠着丰富的二手货源和情怀属性维持着独特活力。有人说，二手市场是摄影器材城的灵魂所在，大量的二手店提供买卖置换服务，是体验摄影江湖魅力的地方。因为它提供的不仅是买卖场所，也是摄影同好之间的交流圣地。因为很多店主都是资深玩家和摄影师，他能够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。希望这样的摄影器材城能多提供一些线下交流的平台，例如举办小型摄影分享会或者二手器材品鉴会，来弥补线上购物的体验短板，可以吸引更多的爱好摄影人士亲临现场。人气儿旺了，生意自然就旺了。希望摄影器材城越来越好。